信息与物质的关系是什么？信息可以规定结构，但它是否能够直接构成实体？它们是两种不可缺少的根本，还是说物质本身可能就是信息的某种呈现？我先问你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一张写着 H2O 水分子式的纸能解渴吗？当然不能。水的分子式可以无比准确地描述水，但描述不是水，就像食谱不能凭空变出面粉，建筑图纸不能直接变成砖瓦，一段代码也不会自己长成一颗 CPU。这几乎就是我们面对信息和物质时最自然的直觉，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信息可以写在纸上，存在硬盘里，也可以被人的大脑理解，它像是对世界的描述，是规则，是秩序，是一张图纸。但物质可以被触摸，被称量，占据空间，它才像是那个真正被描述的东西，是让图纸最终成为现实的材料。所以按照这个直觉，信息可以告诉物质应该怎样排列，怎样运动，却不能只靠自己变成物质。一个真实的世界，除了信息规定的规则之外，似乎还必须存在某种独立的质料，去承载宇宙里的一切实体。这也正是我们频道过去探索宇宙本体时一直默认的一条边界。从物理常数到原子间的几何协议，从 DNA 的编码到意识的涌现，信息提供了宇宙运行的规则与秩序，但它不能仅凭自己构成物质实体。但这里有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如果信息已经完整规定了一个物质实体的一切，那么在这些信息之外，所谓的物质本身究竟还剩下什么？如果我们把物质实体的所有信息都完整还原出来，它的质量、电荷、位置、动量、内部结构以及它与周围世界发生的一切关系，甚至是完整的量子态，那么除去这些信息之后，那个被称为物质的东西究竟还剩下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指出一种不属于任何属性，不表现为任何状态，也不参与任何关系，却依然独立存在的质料？如果我们找不到任何剩余的东西，那么信息负责规定结构，物质负责承载结构。这个判断或许并不是宇宙真实的分工，而只是我们理解世界时产生的一种直觉性的错觉。大家好，我是 Neo， 这就是这一期视频我们想要探索的问题：信息可以规定结构，但它是否能够直接构成实体？如果我们认真面对它，会发现它打开了两条方向完全不同的路径。路径一，信息和物质是两种不可缺少的根本。信息提供结构和规则，物质提供实在和基底，两者共生，缺一不可。没有信息，世界只剩混乱；没有物质，再完整的规则也无处发生。路径二则更加激进，物质根本不是信息之外的另一种东西，物质本身就是信息的某种呈现。当你把物质追到最底层，你找到的不是东西，只有关系、状态与差异，也就是信息。这两条路径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宇宙。接下来我们先走进路径一，再深入路径二，看看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证据会把我们带向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先来看第一条路径，信息和物质是两种不可缺少的根本。要检验这条路径，我们会依次来看四层论据，从最符合日常直觉的经验出发，进入信息与物质之间真实的物理实验，再到东西方传统哲学对这个问题的系统论述。而最直观的起点就是信息与载体之间一个看似矛盾的关系，同一条信息可以不断更换载体，却从来不能没有载体，这就是信息的基底独立性悖论。先来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我在纸条上写下一句话：明天下午3点我们在车站见。你可以把这张纸条拍下来，存进手机，再把这句话读给另一个人听，最后对方甚至不需要保留纸条或手机，只需要把它记在脑中。在这个过程中，同一条信息先是纸上的墨迹，后来变成手机里的电子状态，再变成空气中的声波，最后成为大脑中的神经活动。它的物质载体不断改变，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始终没有改变。这说明信息并不属于某一种特定的物质，它可以从一个载体转移到另一个载体，就像在不同的外壳之间不断迁移。但反过来，你也永远找不到一条裸的信息，没有被任何物质承载的独立漂浮在宇宙中的纯信息。信息总得附着在某种物质上，墨水、磁性材料、电子状态、神经元突触。这种可以换壳但不能没壳的特性指向一个结论：信息和物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存在。信息不依赖于某一种特定的物质，但它依赖于有物质这件事本身。不过基底独立性悖论依然只是一个来自日常经验的判断，而兰道尔原理则把这个问题从直觉带进了物理学。1961年 IBM 物理学家 Rolf Landauer 提出，擦除一个比特的信息至少需要耗散 kT-ln2 的能量，其中 k 是波尔兹曼常数， T 是环境温度。这里所谓的擦除并不是让这个比特凭空消失，而是把它重置为一个预先规定好的状态。比如一个存储单元原本可能是0，也可能是1，执行擦除之后，不管它原来是什么，都统一变成0。这样一来，当我们看到最后的0，就再也无法知道它之前究竟是0还是1，原来的信息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抹去了。兰道尔发现，这种擦除必然伴随着最低限度的热量耗散。这个下限并不是由芯片的性能、线路的电阻或者散热技术造成的。即使计算机被制造的无限精密，只要它执行这种不可逆的信息擦除，就仍然必须付出物理代价。
2012年，物理学家第一次直接验证了这个预言。他们用一颗被困在双视井中的微小粒子模拟一个比特，粒子落在左边代表0，落在右边代表1。随后，他们通过操纵视井把粒子统一重置到同一边，并测量这个过程中释放的热量。实验发现，随着擦除过程进行的越来越缓慢，越来越接近理想状态，平均耗散的热量也越来越接近 kTRN2， 却不会低于这个界限。那么，兰道尔原理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信息操作，哪怕只是擦除一个比特，也必须通过具体的物理过程来完成，并由物理世界承担真实的热力学代价。信息不是漂浮在物质世界之上的抽象幽灵，它的每一次改变都必须落实为某个物理系统的改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与物质承担的并不是同一种作用。在信息层面发生的是两个可能状态被合并为一个状态，原有的区别被抹去。在物理层面，则必须有一个真实的系统完成这种改变，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热量耗散。兰道尔原理还不足以证明信息和物质一定是两种彼此独立的本体，但它至少说明信息与物质并不是可以被轻易互换的两个同义词。任何真实的信息变化都必须通过物质世界中的变化来实现。这更像是两个不可缺少的层次之间的耦合关系，也因此让兰道尔原理更像是路径一的论据。第一条路径的直觉不是到了现代物理才有的，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用形式和质料这对概念做了同样的区分。形式是事物的结构、规则、图案，告诉质料该怎么排列；质料是事物的材料、基底、实体，被形式组织的那个东西。一把椅子的椅子性，4条腿，一个靠背，可以坐，这是形式。但光有这个形式，你得不到一把真实的椅子，你还需要木头、金属、塑料、某种质料。形式告诉质料怎么组织，但形式自己不能独立存在为一个物理实体。亚里士多德的判断是，形式和质料缺一不可，没有形式，质料是一团混沌；没有质料，形式是一个空想。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理气论可能是第一条路径在古代智慧系统中最精确的对应，比亚里士多德更精细。朱熹说的理是万物运行的规则、秩序、结构，它对应的就是信息。朱熹说的气是万物的质料、能量、运动，它对应的就是物质。朱熹有两个关键判断：第一，理在气先，张朱。在逻辑上，规则先于质料，先有水应该怎么运作的规则，然后才有具体的水。这是说信息在逻辑层级上优先于物质。第二，理未尝离乎气，在现实中，规则从未脱离质料而独立存在过，你找不到一个没有依附任何物质的纯规则。这两个判断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精密的二元论。信息在逻辑上可以优先于物质，但在存在论上，两者共生，理不能离开气独立运转，气没有理就是混沌。这和路径一的结论完全一致，信息和物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根本存在，彼此不可还原，彼此不可分离。到这里，第一条路径的证据看起来相当稳固，从日常直觉到物理实验到2000年的哲学传统，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信息和物质是两种不可缺少的根本。但是，现代物理学中出现的一些发现，正在让这条看似清楚的边界变得模糊。当物理学家把物质一路拆到最底层，不是分子，不是原子，不是质子和中子，而是真正的最底层，他们碰到的东西越来越不像物质，越来越像信息。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条路径，其实包含两个不同层级的问题。第一个是本体论问题，当我们把物质一路追到最底层，信息是否比物质更加根本？第二个是机制问题，如果信息真的更加根本，那么信息是怎么呈现物质的？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是如何从信息中浮现出来的？前一个问题说的是信息比物质更加根本，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现代物理已经给出了越来越清晰的方向。后一个问题说的是信息表达为物质的具体机制，对于这个方向，我们仍然只有一些非常局部的线索，但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答案。接下去，我们先来看第二条路径的本体论层面，信息是否比物质更加根本？我们会从现代物理与 AI 走到古代智慧系统，并抵达一个相似的位置。要判断信息是否比物质更加根本，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物质一路追到最底层，看看所谓的基本粒子究竟是什么。而量子场论给出的答案，正是对信息比物质更加根本最直接的证据。在日常经验里，物质是实心的东西，你可以摸到一张桌子，感受到它的坚硬，直觉告诉你桌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由更小的粒子组成的，一路拆下去，总会到达某种最小的实心的不可再分的砖块。量子场论说的是另一回事。在量子场论中，整个宇宙弥漫着各种量子场、电子场、夸克场、光子场。所谓的粒子不是一粒极小的物质实体，而是这些场的一次局部激发。一个电子不是一个东西，而是电子场的一次振动。就像海面上的一个波浪，你可以指着它说那里有个波浪，但波浪不是独立于海水存在的东西，它是海水运动的一个模式。当你追问一个电子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得到的不是一个实体的描述，而是一组数字：质量、电荷、自旋、轻子数，全是量子数，全是信息。你永远摸不到一个实心的电子。在最底层，你以为的坚实物质消失了，剩下的是场的激发模式。
你以为顺着物质由更小的东西组成这条路往下走，最终会遇到一颗最小的实心砖块，结果走到底，物理学说没有砖块，只有场的状态，也就是信息。如果说量子场论是从物质的内部说明了信息比物质更加根本，那么黑洞信息悖论则是从另一个方向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物质和信息谁更不可消灭？黑洞是宇宙中引力最极端的天体，任何物质、恒星、行星、光一旦越过黑洞的事件世界，就再也无法逃脱。物质可以被黑洞彻底压碎，压缩到无限密度的起点。从物质的角度看，这是绝对的终结。但信息呢？1970年代，霍金提出黑洞会通过辐射缓慢蒸发，也就是著名的霍金辐射，最终完全消失。这引发了一个危机：如果黑洞消失了，那些掉进去的物质所携带的信息去哪儿了？信息被销毁了吗？这个问题困扰了物理学界近半个世纪，争论的结果是，几乎所有主流物理学家，包括霍金本人在2004年的转变，最终接受了一个结论：信息不能被销毁。即使物质被压碎到极限，即使黑洞蒸发殆尽，信息必须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这是量子力学的妖正性要求的物理过程必须是可逆的，信息不能丢失。这意味着物质可以被转化、压碎、湮灭，但信息不行。在物理学最极端的条件下，被保护的不是物质，是信息。这也就指向了刚刚提出的那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信息比物质更不可消灭，物质形态可以终结，但信息不能丢，那谁才是更根本的存在？这是另一个指向信息比物质更加根本的论据。全息原理把这个问题推得更远。1990年代 t 霍夫和 Susskind 提出了全息原理，一个三维空间区域内的全部物理信息可以被完整的编码在它的二维边界上。这个说法极度不符合直觉，我们觉得物质充满了三维空间，一个房间里有桌子、椅子、空气，这些东西分布在整个三维体积中，但全息原理说，这些物质的全部信息其实可以被压缩到房间的墙壁上。三维的体积感可能不是基本的，它可能只是二维信息的某种投射。一个支撑全息原理的关键证据来自黑洞，黑洞的熵，也就是它的信息含量和它的表面积成正比，而不是和体积成正比。如果黑洞是一团填满空间的物质，那它的信息量应该和体积成正比，体积越大，物质越多，信息越多。但事实不是，信息不在体积里，信息在边界上。如果这是对的，那我们认为充满物质的三维空间可能真的只是更底层的信息结构的一种呈现方式。上面所说的前三条证据，量子场论、黑洞信息悖论、全息原理，指向了同一个方向。而1989年，物理学家 John Wheeler 则把这个方向凝结成了一句话 ：It from bit。Wheeler 不是一个边缘人物，他是费曼的博士导师，黑洞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他在晚年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主张：每一个 it， 每一个粒子，每一个立场，甚至时空连续体本身，都从比特中获得其功能、其意义、其存在。It from bit 不是说信息很重要，它是说物理实体源自信息 ，it。信息不是对物质的描述，信息是物质的来源。这里值得说明的一点是 ，it from bit 本身不是一项实验结果，也不能被当成一条独立的实验证据。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把前面这些彼此分散的物理发现提升成了一个纲领性的命题。信息也许不只是我们描述物理世界的工具，而可能是理解物理世界从何而来的起点。从今天的 AI 时代回看，这句话又像是一块被提前立下的路标。Wheeler 并没有预言人工智能，它也不是 AI 研究的技术起点，但它指向了一种后来越来越重要的思考方式。当信息被组织成足够复杂的结构，那些过去被认为必须依赖某种特定物质实体的能力，甚至包括智能，是否也可能从信息之中浮现出来？之前我们在频道中屡次聊过这一点。当前的 AI 大语言模型，一个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身体、没有任何生命经验的系统，仅依靠信息模式就涌现出了智能。它可以推理、类比、创作，解决从未见过的问题，而驱动这一切的纯粹是信息结构、参数的权重、层与层之间的连接模式、注意力机制的分配方式，改变参数结构，能力随之变化，改变架构，涌现行为随之变化。整个解释链不需要改变任何物理细节，全部的智能现象仅由信息模式的改变触发。当然 AI 仍然需要芯片和能量才能运行，但真正决定它呈现出何种智能能力的是信息被组织起来的方式。这也就是说，智能这个宇宙中最复杂的现象之一，可以是纯粹的信息结构的产物。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信息不比物质更加根本？这也让 Wheeler 的 it from bit 在 AI 时代产生了新的回声。某些我们称为 it 的现象，或许正是从 bit 的结构中浮现出来的。前面5个方向来自现代物理学和 AI， 接下来我们再简短的看一看古代智慧系统中几种相似的结构直觉。它们不是现代物理的实验论据，也不意味着古人提前发现了量子理论。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彼此独立的思想传统同样怀疑物质是否是最底层的实在。易经中的二元编码，易经以阴爻和阳爻作为最基本的区别，通过不断组合形成8卦与64卦，用来描述万物的状态和变化。
它当然不等同于现代计算机的比特，但两者有一种相似的结构直觉。复杂的世界可以从最简单的二元差异中逐层展开。佛学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学中的色指有形的物质现象，空则不是虚无，而是说万物都没有脱离条件与关系独立存在的自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表达的是物质并非一个孤立自足的实体，而是关系与条件所呈现出来的现象。用现代语言来说，它更接近一种关系在先，实体在后的世界观。华严宗用因陀罗网描绘宇宙，网上的每一颗宝珠都映照着其他所有宝珠，而每一个倒影中又包含着整个网络。这个图景强调的不是独立的物体，而是一个彼此定义、相互包含的关系网络。它与全息原理并不是同一种理论，却呈现出相似的结构想象。局部与整体之间可能存在深层的信息对应。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描述了一个从道到万物的生成序列。最底层不是某种具体物质，而是一种无法被直接对象化的原则，然后由它逐层分化，形成我们经验中的世界。如果用今天的语言去类比，它所呈现的也是一种规则或结构在先，具体事物在后的生成图景。这些古代思想不能证明现代物理，但它们与现代物理之间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构性呼应。物质或许不是独立自足的起点，它的背后可能还有更深的关系、规则与结构。到这里，多条证据似乎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物质不是最底层，信息可能比物质更加根本。但信息更加根本，并不等于我们已经解释了信息如何生成物质。知道信息比物质更加根本，和能够解释信息是如何表达为物质，是两个完全不同级别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才要进入路径2真正困难的一步：信息究竟如何呈现为物质？不过，我们需要先说明的是，现代物理目前还无法完整回答这个问题。但在现有理论中，只有一个框架真正把这个问题推进到了数学层面，它让信息、时空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一种哲学猜想，而成为一种可以被严格描述的对应关系。这个框架就是 ADS-CFT 对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全息原理吗？他提出高维空间中的全部物理可能被完整的编码在低维边界上，但全息原理本身更多是在指出一个方向，它没有具体告诉我们边界上的哪些信息对应着内部的哪些时空、物质和引力。1997年，物理学家 Ron Madesena 提出了 ADS-CFT 对偶，也叫反德希特共形场论对偶，第一次把这个方向推进成了一套具体、精确而且可以计算的理论对应。他告诉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数学框架里，一个低维度的边界信息系统，也就是没有引力的量子场论，可以和一个高维度的有引力、有物质的时空完全等价，两边包含的信息完全一样，只是编码方式不同。这意味着，在这个框架里，有引力、有物质的三维空间加上时间，可以被理解为边界上二维信息系统的一种呈现。信息系统不是在描述那个时空，它就是那个时空的另一种等价形态。时空中的物质和引力是从信息系统中生成的。所以 ADS-CFT 更像是全息原理目前最成熟的一次具体实现，也是目前物理学中最接近信息如何生成物质和时空的具体机制。但它有一个关键的限定条件， ADS-CFT 对偶目前只在反德希特空间 ADS 中被严格证明。反德希特空间是一种特殊的数学时空，对应负宇宙常数和负曲率，它和我们实际生活的宇宙并不相同。我们的宇宙更接近德希特空间 DS， 对应正宇宙常数，并表现出加速膨胀。所以 ADS-CFT 对偶证明的不是我们的宇宙一定由信息生成，而是至少在一个高度受控的理论框架中，高维的时空、引力与物质确实可以与低维边界上的量子信息结构建立精确对应。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信息比物质更根本，这个方向已经有了相当强的证明。从量子场论到黑洞信息不灭，从全息原理到古代智慧系统的跨文化汇聚，似乎都指向了在宇宙的本体维度上，信息比物质更加根本。但信息如何生成物质这个机制问题还没有被完整回答。ADS-CFT 对偶照亮了一个方向，但连接信息与物质的那座桥还没有真正建成。在真正能够解释这个机制之前，我们似乎既不能完全断定信息可以生成物质，也不能完全否定信息和物质是两种不同的根本存在。而这个尚未被填补的缺口，恰恰标出了问题真正的前沿。我们已经开始看见物质背后可能存在的信息结构，却还无法解释它如何生成了眼前这个真实的世界。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发现，信息和物质之间的这个机制缺口不是一个孤立的物理学问题，同一个结构性缺口其实反复出现在人类知识的其他最深层边界上。在神经科学里，我们可以确定意识和神经活动高度相关，没有大脑就没有意识，改变大脑的物理状态就改变了意识体验。从层级上看，神经活动比意识更基本。但神经元的电信号是怎么变成主观体验的？一堆生物电活动怎么就产生了看到红色、感到疼痛、体验到爱这种第一人称的感受？这个被称为意识的困难问题，至今没有答案。我们频道之前也多次聊过这个意识的困难问题。
在 AI 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大语言模型通过统计模式产生了类似理解的行为，它可以推理、类比、解决新问题。但统计模式是怎么变成理解的，或者它到底算不算真正的理解，同样是一个开放问题。这里其实是同一个模式，我们能确认更深的层存在，但无法解释它如何生成更表层的现象。信息比物质更根本，但信息怎么变成物质？神经活动比意识更基本，但电信号怎么变成体验？统计模式产生了类似理解的行为，但模式怎么变成理解？人类在每一个最深层的边界上都撞上了同一堵墙。这里有一个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类似的位置停下来？对于任何一个单独的领域，我们都可以说，也许只是这个学科还不够成熟，但当物理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面对完全不同的对象，却都遇到同一种解释上的断裂时，知识还不够，似乎就不再是唯一的可能。我在想，也许这是否与我们所处的位置有关？我们是物质的一部分，却在试图理解信息如何呈现为物质；我们拥有意识，却在试图理解神经活动如何产生意识；我们本身就是智能，却在试图理解信息模式如何形成理解。在这些问题中，观察者始终位于被观察的系统之内。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逻辑、数学、语言和实验，也都是这个世界自身演化出来的产物。这就像一只眼睛试图不借助镜子直接看见自己，困难或许不只在于它看得还不够远，而在于它无法站到自己之外。这当然不能证明这道墙永远无法跨越，也不能排除未来会出现新的理论突破，但它提醒我们，这里的困难或许不只是暂时的知识不足，还可能包含一种更深的结构性限制。这种结构性的限制，它是我们尚未发展出正确理解框架之前的一道暂时边界，还是所有身处系统内部的观察者都无法彻底摆脱的结构性限制？又或者，这两者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我们认知方式的边界本身就是现实结构在我们身上的体现？我不知道。但回到这期视频最开始的问题，信息可以规定结构，但它能不能直接构成实体？我们至少已经更清楚地看到，信息可能比物质更加根本。从信息通向时空与物质的桥梁或许真的存在，但这座桥目前还没有完整建成。所以我们仍然无法确定信息和物质究竟是两种不可缺少的根本，还是说物质是信息的一种呈现。不过，我们已经可以把接下来的问题说得更加准确。真正需要被解释的，已经不再是信息是否比物质更加根本，而是信息和物质之间的那道边界究竟是可以被跨越的，还是不可消除的。这个问题我们先留在这里，它也会是我们接下来继续保持关注的方向。我是 Neo，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